奇遇在偶像大师系列是个神奇的地方，制作人发掘了许多来自那里的辣妹成为偶像。闪耀色彩也有一位辣妹，而且还是全偶像大师系列绝无仅有的深肤色辣妹。她是 Story Light 的成员和泉爱衣Izumi Mei。うちにできること、うちがしたいこと。大家好，我是 Skim。在东欧子的浅谈影片，我们介绍了 Story Light 的团名由来，而提到了他们的演出风格，结合了摇滚风格的电音歌曲，搭配上用人工霓虹坠色的未来感服装。Story Light 呈现于舞台上的身姿，常给人一种穿插于虚实之间的科幻感。其中和泉爱衣那高冷神秘、寡言不显露情绪的举止，圈粉无数的同时，在认识 Story Light 的人们眼中，树立起了分明又立体的印象。然而，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恭喜你在想法上和爱衣的粉丝观点一样的同时，也该对制作人和爱衣努力的成果感到钦佩。确实证明来自奇遇的辣妹高中生，一直以来在偶像事务的招牌形象正是沉默冷酷的作风。然而，这一切的源头是因为爱衣在歌舞的演出方面，的确有着不怯场的稳健台风。但倘若要她在众人面前说话时，过去失败的经验就会令他紧张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看见爱衣短时间无法克服这点的制作人，念头一转，建议在演出时营造出话少冷静的角色形象，以此掩盖他在上台后口条不流利的弱点。那么脱去偶像包袱时的爱衣又是什么样的人呢？回想起制作人在茫茫人海注意到爱衣的契机，是自己不小心在路上撞到他，不再无心之过，还帮忙把散落在地上的东西收拾还给制作人。这样的大方跟温柔给制作人留下了印象。可惜的是，当制作人想攀谈时，爱衣已经先行离开了。几天后，冥冥之中的安排跟陌生人指路的他又再次出现在制作人面前，而爱衣也恰巧的在等候再逢制作人的机会。原来上次分开后，爱衣发现对方遗漏了名片，心想这是工作上必须的道具，因此在当时与制作人相遇的时间点回到了这里，只为了确实把东西还给物主。这样的体贴加上瞧见他对演艺圈的反应，制作人顺水推舟的成功对爱衣偶像招募。此后经过各种模式的游玩，又或者阅读 Story Light 的活动剧情，轻易就能发现性格亲切又乐天的爱衣跟偶像工作时的姿态真的是天壤之别。像这样为了各种需求所表现出的人物性格塑造，在现实世界并不稀奇。日文的キャラ作り指的就是用充满特定属性的言行去表达明确的人物特色的形象建立战略。至于私下的自己是不是这么回事，想当然答案是否定的，不然就直接叫本色演出就好了嘛。魔法にかかんの。最強の泉メイに変身する魔法。チンプイプイ。待人处事和蔼可亲的爱衣，在我行我素的阿萨伊和擅长察言观色的东优子之间是很重要的存在。由于生长在与祖父母同住、上有兄姐下有弟妹的大家庭，拥有照顾弟妹经验的他，在故事里与阿萨伊相处时，常展现哄小孩手法老道的一面。Support SR Izumi Ryu Shodo Kokoro E 以爱衣耐心教导阿萨伊书法为谢职，揭露了他小学时跟随街坊的奶奶学习过书法，至今仍维持定期磨练手腕的习惯。顺便一提，爱衣在偶像书法大会中获得冠军的作品，品质高的连东庸子一开始以为是出自专家之手，就连同样学习过书法的领事，也曾表示过自己的程度还远不及爱衣。マジ？そう思う？サンキュー冬子ちゃん。は？これうちの字なの。ほら、この前アイドル書道大会出たじゃん。その時1位取ったやつだよ。每当东庸子因为工作或是阿萨希的直唱子且不加思索的行为而恼怒时，爱衣也总是笑脸迎人的化解东庸子的怒气。
而他自己则对工作有所迷惑时，经常向东庸子请教。Support SR 伊 K 特达，爱一的新工作是在白色情人节的广告企划，出演虽然外表帅气，却因为对恋爱经验缺乏，所以回礼时表现笨拙的男性。为了揣摩好角色，找来东庸子替自己评估。正式拍摄的结果也因为东庸子的意见，爱一掌握到了要领，一次就过关。而事后为了报答东庸子的帮助，爱一以广告中角色的形象重演了赠送礼物的桥段，说是官方亲自给这对 CP 发糖也一点都不夸张。ほら、ここ座って座って。練習に付き合ってくれたお礼に、はい、これチョコレート。あら、ありがとう。で、普通に渡そうと思ってたんだけどね。ごめん、あと少しだけ付き合って。うち、やっぱりちゃんと見てもらいたい。冬子ちゃんに、ちゃんと。しょうがないわね。ありがとう。じゃあ、行くね。冬子。その気ないなら、あんなの渡してくんのよ。ほら。義理とかじゃねえから。これ。ありがとう。不论是为了偶像事物表演出的冷酷寡言，又或是刚才提到的男装打扮，爱已经对这样与平时不同的自己习以为常。亲朋好友之中，与像他的家人那样，认为爱一能像变身似的转换态度是很有趣和厉害的事，却有人对此感到疑惑，甚至认为他在勉强自己。PSSR 卡 Maybe 的一段剧情，就是在描写爱一替制作人和自己的友人介绍彼此之后，身旁的友人却借机当面质疑制作人，说根本在强迫爱一扮演和平常截然不同的他。在这位友人看来，替爱一出一口气的行动，换来的是爱一想解释清楚，但一直被打断，最后只能用动怒来终止这样单方面责难的对话。这也是唯一我们在游戏里看到他真正生气的模样。纵使爱一立刻察觉到失态，随后把气氛稍微缓和回来，然而这件事却成了他心里一阵子的疙瘩。待ってよ、サナピー。プロデューサーは。そんなことない。これ違くて、ごめん、プロデューサー。そうじゃなくて、うちが我慢でき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から。やだよね。なんか変な空気にしちゃったし。サナピー、最後まで何も喋ってくれなかったな。でも、笑って流してたら、きっと、そっちのが後悔してた。だって、無理やりじゃない。プロデューサーはうちのために。在出 N 的催促因工作而睡眠不足的制作人小睡片刻的时候，爱一娓娓道来自己是多么喜欢偶像工作带来的快乐和满足。不过先前有人对制作人出言不逊的事件，让他体验到目前努力的结果还不足以说服身边的所有人。对那位友人承诺会让他认同的约定，也象征着爱一暗自许下要放眼更大的目标。就像他起初只是不想给阿萨伊和东庸子添麻烦，但多次近距离看过两人投入全力的演出后，也渐渐立下了要追赶并超过两人的目标。这是爱一遇见 Story Light 后最大的转变，更是他很珍惜现在的位置的最好证明。充血してる時は
目をあったかいもので覆うといいんだって。あったかいタオルとかないから、うちの手になっちゃうんだけどさ。お礼なんて言わない。うちが無理やりさせてもらったんだし。うち、寝かしつけるの超得意だから、プロデューサーもどんどん寝ちゃってね。プロデューサー、いつもお仕事大変なのに、ありがとう。プロデューサーのおかげでうち、毎日すっごく楽しいんだ。アイドルになる前、どんな毎日だったか、もう思い出せないくらい。思い出せないけど、みんなで遊んで、騒いで、楽しかったけど、でも、適当な毎日だった気がする。今は、適当じゃやっていけなくて、大変なことばっかで、本当に楽しいんだ。朝日ちゃんがいて、冬子ちゃんがいて、そんで、プロデューサーがいて、仕事して、頑張って、みんなで、笑って。こないだね、友達と話、したんだ。今のうちのこと。なんでキャラ作ってんのか。全部納得してくれたってわけじゃないけど。でも、うちが言うことだからって、信じてくれた。そんで、これからのうちを見て、本当にこれでいいのか、確かめるって。だからうちは、これからも、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プロデューサー。でも、だから、今は、ちょっとだけ、ゆっくり休んでね。おやすみ。不过，这样架构在扮演另一个自己之上所拥有的生活，存在着连制作人都没料到的不定时炸弹。活动剧情 The Story Light 先借着和东欧子的对谈，让玩家看到艾伊把那个话少神秘的偶像艾伊视为战友。想到倘若克服了上台说话就紧张的毛病，或者有天必须向粉丝诚实公开自己的真实性格，他对得跟那样的自己告别这件事感到寂寞。然而现实没有给他做好准备的时间，突如其来的网络爆料顿时让开朗亲切才是艾伊的真面目，舞台上的冷酷形象只是假装的流言在网络上传开。看到有粉丝无法接受私底下的他，和粉丝公开真正自己的想法变得更加胆怯。这个时候东欧子站了出来，以 Story Light 出演的游戏 CG MV 为引子，阐述认为不论是先前的网络模仿节目，还是现在的匿名爆料，别人眼中被简单概括而转述的自己，顶多就是一种旁人对他们的主观意见。可是定义 Story Light 该有的模样，以及一起追求的完美演出，必须由3人亲自执行才能具有谁也无法取代的价值。听见阿萨希也附和，既然是 Story Light 的舞台，果然还是想让别人看见原汁原味的自己。艾伊领会到当时东欧子说偶像艾伊不会消失的真正意涵，舞台上经营揣摩出了自己，也是艾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说东欧子的人设是告诉人们自我呈现的选择理当是自由的，那么艾伊的故事则像是在鼓励并安慰那些害怕展露甚至接受真实自我的人们。就这样措手不及的危机，让艾伊误打误撞地放下心中自认欺骗粉丝的大石头。Support SSR 一路秀，艾伊在个人 SNS 正式回应了爆料的内容，承认偶像艾伊和现实自己的确有出入的同时，阐明了会以这样的角色形象继续在偶像道路上努力，并约定会在适当的场合以真实的面貌和大家碰面。そして
私たちがいるところにステージはあるんだ。ストレイライト。而这个影响来到 Landing Point 篇，爱一发现自己面对粉丝的时候似乎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也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吧。起初认为偶像与演艺圈是高大上的存在，刚加入事务所之后也常做出外行人言行的爱一，如今在工作时自由切换专业人士的态度，并保有一直以来私底下那和蔼可亲的自我。这样的反差和成长，看在 IEP 眼里肯定是十分欣慰的吧。我是 Skim， 感谢你看到最后，谈谈爱一在你印象中的记忆点。没意外的话，这礼拜结束前会有另一支影片，千万别错过。我们下支影片见。